牧师、师母、传道、各位主内长辈、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所要公读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3章18到25节和哥罗西书4章1节。哥罗西书3章18到25节和哥罗西书4章1节，在新约圣经286页。哥罗西书3章18到25节和哥罗西书4章1节，在新约圣经286页。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哥罗西书第4章1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信息，今日信息的主题是从心里做，从心里做。恭请郭圣安传道传讲神的话。师母传道，各位主内长辈、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主日的早晨，一起来到我们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侍奉各位有生的真神。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是从心里做，从心里做。之前我们有提到说，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要有圣灵的气泡，征服爱的，有征服爱的生命，有平安的生命跟真理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气泡。那其实，在使徒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脉络，就是说，当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显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这样一个信仰的时候，当然呢，我们必须要把它带到我们的家庭里面，带到我们的家庭里面。所以，我们已经除去旧人，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已经内外都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我们乃是为我们的主而活。当然，这也是一个幸福成圣的一个起点，成圣的一个开始。当然，我们要必须知道，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主做。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在23节，在3章23节这边很清楚的说到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不是给人做。从心里做，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各样的侍奉都是为我们的主来做。但是能不能够从心里做，是一个很大的关键。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主人是谁？我们是不是知道我们要得到的赏赐究竟是怎么样的赏赐？今天我们就从这2段，从这段经文当中来明白，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从我们的心里来为主来服侍。那今天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谈到了家庭的一个人际的关系，家庭是整个社会里面组成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单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许多的新闻？有时候现在看新闻，我已经越看越觉得有点腻，不想再看，就是看得蛮
的家庭的问题，很多的夫妻之间的关系，很多的父母跟子女之间有一些的对立，看到一些社会上也很多的一些劳资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其实追根究底，我们基督徒我们参与在当中，我们是不是有在我们的家里面发挥我们该有的一个影响力？我们是不是在家里面，尤其是面对许多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在职场上我们许多的同事他们还没有信主，我们是不是有在他们的面前，我们有没有从心里来服侍他们？曾经有位印度的在印度宣教的一个宣教士，他据他的观察，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他觉得他自己的归纳，他觉得7样的死罪，他认为有这7样的死罪。那第一样呢，他说是一个没有正义的战争。第一个死罪，他没有正义的战争；第二个是没有原则的政治；第三个是没有道德的商业；第4个是没有品格的教育；第5个是没有忠实的婚姻；第6个是没有贡献的敬拜；第7个是没有责任的权利。在家庭当中，我们常常会主张自己，在这个过后的时代，我们在后世当中，一开始说到的危险的日子，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专顾自己，人都是专顾自己，所以呢，人都会主张自己的权利。我应当，是不是刚刚讲，我是妻子，那我理当对丈夫就要爱我。我很多时候不去讲我们该负的责任，我们不去讲我们该负的责任，但我们一直强调我们该享有的权利。有权利当然一样要有责任。所以在这边这段经文前面一开始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们丈夫要去爱自己的妻子，父母儿女要顺服，要听从父母，那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其实大家会思想，究竟这个跟人世间的这些伦理道德有什么差别？其实很大差别在于说，在主里这是合一的，这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成员之间有彼此顺服、彼此相爱的这样一个责任，是基于我们知道那背后有一位主人，基督就是我们的主，基督是我们的主。主耶稣说，他来到世界上，不是为了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当效法他，可以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来效法他，来服侍我们的家人，因为他就是神所托付给我们要服侍的对象。我们的主也说，若是我们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他的身上。所以这很清楚的写明，当我们蒙了我们的主选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服侍我们的家人，服侍我们周遭的这些至亲的好友？我们有没有服侍他们？我们有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来服侍？活出我们刚刚所讲的，刚刚这一段经文所提到的，夫妻之间，或是父母儿女之间，还有主人仆人之间，我们是不是该活出应有的这样一个神所托付给我们这样一个服侍的一个责任？23节说，我们要从心里做，从心里做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从心里面做，其实原来它的意思里面包含着一个甘心乐意。我很乐意，我非常愿意来爱我的妻子，我也非常乐意来顺服我的丈夫，我非常的乐意去听从我的主人，我也很愿意用公平来待我的员工。那完全是出于乐意，因为我知道，虽然我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知道背后有一个我真正侍奉的对象，我真正服侍的对象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所以他这边说，我们24节说，你们知道，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一直到街上是。后面这一段说，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我们已经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不是他重价所买所救回来。我们今天侍奉的是耶稣基督。那这边所说，从心里做，是跟以弗所书6章那边所提到的甘心的服侍是一样的，甘心乐意的把自己全然的献给主，来服侍主。所以我们在服侍
弟兄姐妹，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或是服侍我们家人的时候，我们不会有任何其他的，就是我们是很单纯，就是很单纯的想去服侍我的家人，我没有其他的东西，因为我要服侍，因为我知道我这样服侍是服侍在天上的，服侍我的主基督，没有任何的虚假。那其实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这个从心里做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就是跟马可福音12章那边所讲到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着你的神，那个尽性的那个尽心的意思是一样的。我把我全人的魂、我的意志、我里面的想法，我全然的，我很甘心乐意的，我愿意来服侍我们的主，服侍我的基督，我愿意成为他的仆人来服侍他。但许多时候，我们的服侍，很多时候是没有，是做表面的功夫，我们就是停留在因为有一个伦理道德的规范，我应该要怎么样？我应该就是要爱，我应该就是要顺服。那样子一直做下去，总有一天我们觉得心里面好像做不到，我觉得很难的。这样子一直要求我，因为我们没有从心里做，因为我们没有从心里面去做，我们只是做表面的功夫，表面上的顺从，但我们心里面却充满了很多的抵挡，很多的声音。那我在表面上在顺服中，心里面就是没有办法，我很熟，心里面很多的那种口恶毒的声音。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做表面的功夫，我有气，我有不了的气，我觉得我这样做一定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好处，我这样做可以得到一些世界上的好处。所以我们来看22节，他说22节怎么说呢？这边22节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好像是讨人喜欢的。不要只是在眼前的侍奉，人看得到你就做，没有看到就很随便。然后呢，也不要只是为了讨人的喜欢，因为我们真的主人是耶稣基督。那这边讨人的喜欢，它原来里面的意思是说，讲白一点就是拍马屁。我们人的都会有这样的行为，所以我在人面前我要表现得非常，我要讨他的喜欢，然后我要做得好，我为的是要讨他的喜悦，然后拍他嘛。这个在官场上就是有很多时候，这是一个已经变成一个文化，就是拍马屁，拍马屁的人就好像立刻就可以高升，然后他的职位就提升。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是做表面上的侍奉，好像讨人喜欢。他所以说我们是给主做的，既然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人，那我们为什么是要讨神的喜欢，而是常常流于表面去讨这些人的喜欢？当我们想到主耶稣那时代，在主耶稣的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主耶稣非常的常常斥责，常常去责备这些法利赛人。为什么？因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就是表面上都非常的敬虔，把经文做成带子放在身上，但是他们里面却充满了许多的误会。他们的服事是完全是做给人看，他们想要得到那个高的位置，坐在高位上面，好像实行审判，好像让很多人尊敬，但是他们的里面却充满了许多的误会。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5章，也有一些人，他们表面上要服事，他要奉献，想到那个亚拿雅跟撒非拉他们奉献，但是他们欺负圣灵。他们表面上好像我跟着这个巴拿巴这个圣灵一样，我也在奉献，可是他们为自己有所高，他们并不是真心的从心里的想要来奉献给主，他们心里面另有打算，他想让人家爱想得到像巴拿巴一样的称赞，哇，这个是奉献的人，但是他实际上他欺哄圣灵，他里面有所高。我们求主来光照我们的里面，当我们为主做的时候，我在服侍神的时候，我在家庭里面，我跟其他的，不管是其他家庭的成员，我是不是真的从心里的愿意来服侍他们，愿意从心里的来爱他们，为他们祷告，而不是只是做表面的功夫。我们也思想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侍，我是不是在乎牧师传道人看到我的服侍，还是我真的从心里，我愿意为主来摆上？在16世纪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家，叫做米开朗基罗。那他画了很多名画，画在什么地方？画在那个教堂的天花板上面，画在教堂的天花板上。那天花板不是像我们这个高度，是大概我也没现场看过，但我看过那个有些影片，
高度非常高，就你可能要用特殊的一些的装备、梯子什么的，才能爬上去画。那他是一个很用心的人，他画的就是一整天，他就待在那个现在比较轻钢架子、硬架子，我不晓得他们就怎么样把它架在上面，他就在画，画的非常仔细，因为画的很仔细，他花很多时间，他说一整天就待在上面画。那有些人有个工人就一直在旁边施工的工人嘛，就经过这个李先生，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呢？你是很累，花时间在那边画，就大概画一画就好，反正那么高，我可能看还比你看得到，可能要跟熊哥借那种望远镜这样看到那个花纹。那这个米开朗基罗怎么回答这个工人？我知道。我画这样的画，我不是随便，因为我知道上帝知道我在为他画，上帝知道我这样的一幅画出来，画里面很多都是圣经的题材，他画创世纪，他画启示录最后的审判，他画那么多题材是为了主，他知道他为了主画，怎么可以随便？所以这让我想起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默默的在背后的付出，我相信他们知道他们所服侍的是耶稣基督，他们所服侍的是主基督。他们从心里为主做，因为得不到人的奖赏，人都没看见嘛。或者在我们来之前，人基都已经看了，因为我们看见，但是神看见，神看见。我们的神是全能全知的神，他鉴察人的心，他鉴察我们的心思肺腑，我们的心思意念，他全然的知道。就像刚刚我讲的这个故事里面，你看有基罗，他知道上帝鉴察人心，他知道上帝他之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他的主。我们也在22节这边看到说，要存心诚实敬畏主，存心诚实，那边的诚实就是很真诚。其实我们的主他希望我们的心对他的心，他对他的心是真诚的。他这边讲到诚实就是真诚，很真诚，没有任何虚假。不是我主啊，我是愿意为你做，我愿意摆上我的生命，我愿意做这样的服事，我甘心跟你，我从心里为主做。那个心是一个真诚的心，你有真诚的心，你才会敬畏主。才会说这是我的主，所以我要尊敬他。我因为尊敬主，我因为真诚的心，我愿意为主摆上。以弗所书6章有说，要用诚实的心来听从你肉身的主人。要是我们能够抱持的，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可以抱持的这样一个真诚敬畏主的心，我们怎么可能没有办法去从心里做？我们都从心里做，因为我有一颗真诚的心，愿意被主来使用，成为主的仆人。我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欢，我要讨神的喜悦。自然你就是你所蒙，自然就是蒙主所极大的一个赐福。让我们来思想，当我们说我要有一个诚实敬畏主的心，我要从心里做的时候，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做不到？觉得刚刚我所讲这一堆好像都是理论，都是理论嘛，我当然知道从心里做。那为什么我们从心很多时候是不能？我觉得真的没有办法从心。因为我们没有去思想我们所认识，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主人到底是谁，我们把敌人错当成我们的主，把那些仇敌当作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也不知不觉嘛，因为你想要讨这个世界喜欢，甚至你想要讨自己的喜欢，我自己想要什么我就去做。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基督是我的主，这边是我的主。那回到我的家里面，回到我的职场上，回到我的公司，回到学校，我还是我自己的主。或者我也讨这个世界的喜欢，我想要得到世界上许多的好处，得到这世界上的名利。以赛亚书1章这边有说到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却不认识他的主人，连动物都知道他会认得他的主人。那我们呢？我们很多时候表面上说认识，实际上我们的言语行为并没有显示出我们真的是认识我们的主人，以至于我们可以重新为主做。我们很多时候是不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人。以弗所书6章也有提到，我们要从心里去遵行神的旨意。只要我们是知道主人，我的主人是耶稣基督，我们是基督的仆人。基督的仆人当然就是要照着神的心意去做事、去行事、去服侍。很多人的心眼是被这个恶者所蒙蔽，因为现在整个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手下。
恶者最厉害的就是我们这些魔鬼撒旦最厉害就是把我们的眼睛、心灵的眼睛，把我们心里的眼睛把它遮蔽起来，让我们看不清楚这个真相，到底谁是我们的主人，以至于我们毁掉了。这是我们就是选择了要去跟从这世界上的主。我们自甘堕落，成为罪的奴仆，被恶者玩弄，被恶者来利用。我们常常出卖自己的灵魂，为的是要得到这世界上许多的这些好处。我们宁愿做马门的奴隶，做这些财富、做这些名利的奴隶，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去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侍奉马门，却不侍奉真正的主，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从心里为我们的主摆上，为我们的主来服侍我们的家人，不是神所给我们的要求。到最后，我们的生命会越加的一个沉沦在这样的虚无虚妄之中，最终就走向了死亡。我们思想我们的服侍是不是常常阳奉阴违？我们表面上好像在服侍，但是我们心里面却有别的动机，我们心里面是非常的不甘心、不情愿。我们常常要讨人的喜欢，但是却不讨神的喜悦。因为我们认错了主人，我们没有认清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的整个的生命，我们所言所行，都是为了要荣耀主，为了要服侍主而做。我们思想在新约里面，耶稣讲了一个神迹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一个女人，她用香膏砸破碎了这个香膏，非常昂贵，是30两的银子，是在当时在1年的工资的这样一个钱，甚至是他的家族，他不惜一切，为了要坐在主的身上。主耶稣说，他是为了埋葬，为了主的安葬所做。主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以后传福音的时候要纪念这个女人所行的。到底这个女人玛利亚，到底她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的摆上？她为什么可以全新的破碎这样的香膏，把自己全然的献上？因为她知道耶稣是她的主。他知道耶稣基督是他的主，耶稣基督是他的主，所以他愿意从心里，我愿意奉献上我自己所有的一切给我的主，给我的主。但是另外一个对照组，他用嘲讽，他用一个口气说：“你这个钱很贵，你为什么把这个香膏的钱呢省下来周济穷人呢？可以帮助很多的穷人，可以喂饱很多学生，很多营养午餐，可以买很多的东西去送给穷人。”为什么不这样做？这个人是谁？这个人跟着耶稣跟了一阵子，他是犹大。他最后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出卖耶稣，然后最后他自己遭受极大的一个报应。那我们想到说，这个女人跟犹大之间很大的一个落差。那犹大他的主人是谁？他那时候他觉得他的主人，他为了要换取那个37的银子，37的银子，就刚刚讲到36，他为了这样的钱，他出卖了耶稣。他心里面的主是这个钱，他心里面的主是那个撒旦已经进到他的心里面，他心里面的主是那个撒旦恶者，所以他做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卑劣的事情。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效法像玛利亚一样，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人是耶稣基督，所以我愿意从心里把我自己全然的献上。让我自己能够来服侍我们的主。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1章也提到说，既然我们是基督的仆人，我们所要讨的是讨神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欢。我们思想，弟兄姐妹，我们思想自己，我们究竟是讨人的喜欢，你现在所作所为是讨人的喜欢，还是讨上帝的喜悦？当我想到说，我们常常去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事情，我们想要得着这世界上一些的好处，我们就是在讨这个世界上的好处的这样的一个喜悦。我们不是真的愿意为主从心里来做。我们可以分辨，当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是不是心里面是为了我想要让得着主的称赞，而不是得着人，不是想要得着人的这样的喜悦。我们省察自己的生命，当我在家庭的里面。面对我的家人，那我公司里面对我这些同事、这些朋友，我是不是我单单是为了主，我很单纯的要讨主的喜悦，我去爱，
这些人。接着我们要来看24节，24节这边说，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做工的得工价是应当的。我们为主做工的，理当从主那里得到赏赐。但是我们常常把这样的赏赐，我们看重的是在这个地上的赏赐。刚刚有说到寻求的地上的好处，但是这边所讲的一个赏赐，他说基业为赏赐，那个基业是什么呢？那个基业其实早在哥罗西书1章之前就有提到过，与众圣徒一起同为好事，我们与众圣徒一起能够成为神的儿子。其实，在罗马政府那样的一个时代当中，以一日为奴隶就是终身为奴隶。所以保罗他在神感动他写下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在这一段他写得很清楚，他说：“我可以得到那个这样一个同为后世基业的这样一个赏赐，是天上所存留给我们的。”所以以弗所书3章讲得很清楚，这就是与基督一同能够成为神的后世，同为后世，同谋一举，同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也是神在天上给我们这样存留一个我们有盼望的这样一个确据。想想看，从一个仆人的地位，当我们从一个仆人的地位可以转换成为一个神儿子，可以得着那个赏赐，就是可以继承家业。那个基业就是我可以继承神所为我预备的这些的产业，在天上是不像世界上的这些物质会消失，是会永存在天上的这样一个基业。并且主耶稣他称我们为兄弟，在希伯来书他说他要领我们一起进入他的荣耀当中。在希伯来书2章，他称我们为他的兄弟，所以我们都是兄弟。我们与主耶稣，我们要同得这样一个赏赐，同得基业，同为后世的这样一个赏赐。当我们想到我们有这样一个确据，有这样一个盼望的时候，我是不是就可以真的很坦然的从心里来为我们的主来服侍，从心里去爱我绝对没有办法爱的，从心里去顺服那些我认为我不能够顺服。我们要求主时常来帮助我们来思想，我心里面的确据，我心里面的盼望，究竟是不是这天上的基业，还是我们一直留恋，我们贪爱这个世界，把这世界当主人，想说可以从这世界捞到一些好处。我们要求主帮助，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赏赐是在天上，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一个同为后世的基业。当我们有这样的确信跟盼望，我们就可以从心里面很真诚的，能够甘心乐意的来服侍神，来服侍人。我们也可以在25节这边看出另外一个对比。说刚刚我们讲到得赏赐，25节说：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赏赐跟报应是呈现了一个极大的对比。大家来思想，在马太福音25章，主耶稣所举出的一个分别，把山羊跟绵羊分别出来的这样一个比喻。当末日来临之时，神我们的主要施行审判，这样一个审判，这些绵羊呢，就是他坐在这些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他将被分别出来，他要得到赏赐。那赏赐就我刚刚所提到，那永生能够同为后世的这样一个赏赐。但是另外一边分到左边的这个山羊呢，他没有做，他没有按着神的心意去做，所以他得到什么？他得到的是那样一个报应，是永sinh的，是那有往火的一个报应。这是一个分别就是审判。当最后主耶稣在大白宝座面前要施行审判的时候，那个分别就会彰显出来。究竟我们是得赏赐，还是得到这样的报应？行不义的，没有分，不管你是主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当你不愿意照着神的心意去行，你不愿意从心里为主做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我究竟是不是被分别出来，是那样的得赏赐，还是我会被分别出来，成为那样的承受这样不义的报应？25节说，还有最后一节，他就讲到说，主他是不偏待的。究竟什么样的意思？那从字面上来看，我们很清楚，主耶稣不会像这些我们刚刚看到这些肉身的主人、地上的主人都是会偏待的，大多数都会吧，谁会不偏待的？因为我们的
们人都是看外貌看外表，所以这边的不偏待有一个意思，原来它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神不偏待是他不以外貌去来看人，他不是以外貌。当然我不是讲那种外貌协会的，大家都打扮得漂亮，然后我们的神很喜欢帅哥美女，不是这种，不是这种外貌。他讲的外貌是我们常常会凭着人的背景。他的身世、他的家世、他的背景、他的学历来判断一个人，但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我们的主不偏待人，我们的主不像是地上对他这边保罗在这边使用的都是很多的对比，不是我们在天上有一位主，我们在天上有一位主，我们在地上的主人可能会随着自己的心意来做判断，来做评论。我想很多人我们去面试的时候，就有所出现在银行他们在看你的履历的时候，他还是会分的国立大学跟公立大学分开的。他当然就会先看公立大学。人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做判断，人都是会偏待的，人都是会看外貌。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当神差遣撒母耳去膏大卫做王的时候，要让大卫去接续扫罗王的这个皇位的时候，他去选了。那大卫前面有几个哥哥嘛？其实撒母耳一开始看到是第一个大哥是最帅、高大俊，这个就是。但神跟他说不是，因为我们的神是怎么样？我们的神看人不像人看人，神看人，神看的是从内心，神看的是从我们内心来看。所以我今天讲到，我们说从心里去做，我们为主做，我是不是我的内心让主知道说，主我是单单的为了你，我没有别的东西。所以我们要重新为主做。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我们在家里面，我们都会背我的头型久了，这张型，我也都有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去仔细的思想，弟兄姐妹，我们仔细去思想，在家里面，你是不是还有谁？你觉得看到他，我只是尽我该尽的责任义务，但是我心里面真的没有办法去爱。觉得很痛，你就求主来帮助，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的主人是耶稣基督，我们要从耶稣基督得到那个天上的赏赐。当我们心里面有这样一个真知确信的时候，当然我可以很坦然的去面对我的家人，去服侍他们，用耶稣基督的爱去爱他们。但是，要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真知确信，我们对于谁是我的主人，我还搞不大清楚；我们对于我要得的赏赐，我还留恋在这个地上，我们还在贪爱这个世界。我想我们做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从心里做，我们都是在做表面。到那最后的一天，分别的那个日子临到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我们每一个，我们都是可以在那宝座面前被分别出来说，是得我们主称赞的，是得着那个真正成为后世的这样一个基业的，得到神的赏赐，得到这样的恩典，而不是成个落到那一个死亡国里面两用行的成个独一的宝力。我们求主时常来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领受主你对我们个人所说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在这世上，有许多时候我们活不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特别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也顾念到还有许多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还没有信主。我们来思想，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主你的荣美，以至于让这些人没有办法来信靠你？求主来光照我们的内心，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的主，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人。主啊，求主怜悯施恩，来提醒，借着圣灵常常在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赏赐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是主也亲自要赐给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常常回到主的面前，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从心里做，是为主做的，是为了要得到主你荣耀而做的。谢谢主，听我们祷告，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